他明明没受过一天专业训练，却炒得一手炉火纯青的河粉，十里八乡的食客都说他的河粉堪比5星级水准。可这天，一个男人夹起一筷子河粉，只凑到鼻子上闻了闻，便立刻起身结账，随后将一张名片递给奥一，告诉他：“你在这儿是屈才了。”此时的奥一正全神贯注地颠勺炒粉，根本没空搭理他。不耐烦地接过名片后，他随手一塞，没当回事。直到回家上网，试着搜了搜名片上的地址，竟发现那是全球最顶尖的饥饿团队，主厨正是传奇厨师保罗。无数明星与他合影，想吃他做的一顿饭，得提前半年预约。奥一顿时两眼放光，他早就厌倦了日复一日、一眼望不到头的炒河粉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便来到这家餐厅。第一次踏进专业厨房的他，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对一切都充满好奇。这里的刀具不仅由手工大师打造，甚至光可见人，能当镜子使。正震惊时，有人喊面试要比赛。奥一转身就想走，可就在这时，保罗从门口走了进来，宣布规则：靠一盘炒饭定胜负。而他的对手是个戴眼镜的男人。眼镜男是哈佛毕业的厨师，一听要比炒饭，立马搬出一堆高级食材。奥一却反其道而行，他只拿了一盒隔夜米饭，又打了几个土鸡蛋，在铁锅里不停翻炒。眼镜男则选了刚蒸好的米饭，用豌豆、胡萝卜配色，在小火慢炒。不一会儿，2盘炒饭同时完成。出人意料的是，保罗只闻了闻奥一的饭，便当场宣布：“眼镜男，你输了。”眼镜男不服，上前质问，换来的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原来，从他取饭那一刻就已注定失败。米饭粘成一团，毫无灵魂，而奥一的炒饭粒粒分明，香气扑鼻。正当奥一暗自庆幸时，保罗却突然凑近，闻了闻他的脖子。一股穷酸味弥漫开来，保罗立刻命令去换身干净衣服。殊不知，顶级厨师没那么容易当。很快，团队接到一项重要任务，第二天要为一位将军料理顶级和牛。为帮奥一适应，保罗亲自示范，一刀下去，必须将和牛切成2毫米的薄片。可奥一常年只炒河粉，哪会操刀，切得歪七扭八，被保罗骂得狗血淋头。无奈之下，保罗让他练习炒和牛，可他不是油放太多，就是火候失控，转眼就浪费了2斤和牛。保罗冷冷道：“今天炒不好就别回家。”奥一哪受过这种气，转身就走。可当他按下电梯按钮，脚步却停住了。他已经见过大世面，怎甘心再回小巷继续炒那无尽的河粉？他折返厨房，一遍又一遍的练习。同事一个个离开，只有他独自留下，彻夜不眠。第二天清晨，同事们走进厨房，竟发现奥一熬了一整夜。保罗缓步进来，奥一的眼神瞬间坚定。他起锅烧油，一把将和牛抛入锅中，快速翻炒，装盘。保罗拿起尝了一口，点点头。奥一勉强过关。当晚，将军的晚宴上，保罗竟让他当着满堂达官显贵，现场展示翻炒技艺。奥一硬着头皮上台，和牛在锅中翻飞起舞。宾客纷纷鼓掌叫好。那一刻，他以为自己终于跨越了阶级，也开始崇拜起保罗的厨艺。殊不知，这一切都是保罗对富人的报复。不久后，一户提前半年预约的家庭订了饥饿团队的外送服务，可保罗尝了一口海鲜汤，二话不说，全部倒掉。他接了点自来水，加了包方便面调料，让奥一端上桌。令人震惊的是，这户人家喝完后，竟没尝出是方便面汤，反而连连称赞保罗大师的汤真是绝了。奥一这才明白，有钱人吃的不是食物，是虚荣，是面子，是传奇厨师保罗的名号。事后，保罗在厨房大发雷霆。原来那家的小女孩对海鲜严重过敏，哪怕一点虾都可能致命，而手下竟在汤里放了一只虾。保罗只好临时用方便面汤蒙混过关，但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手下，处保留原文语气，疑似情绪化台词。对方拔刀，一刀刺进保罗腹部，所幸抢救及时，保罗保住了性命，却因味觉极度敏感，从此对食物失去了兴趣。就在这时，奥一端着一份爱心牌炒河粉来到医院，保罗却冷冷道：“这世上根本没有爱心牌的食物。”他回忆起童年，
曾捡起地上掉落的鱼子酱尝了一口，那价值100万的珍馐，腥臭的让他差点呕吐。那一刻，他明白，再昂贵的食物，不过是富人权力与地位的象征。他看着做女佣的母亲受尽欺辱，便立誓长大后定要让富人付出代价。于是他成为顶级大厨，专为权贵打造饕餮盛宴，在暗中戏弄他们于股掌之间。看着他们为虚名疯狂，他心里就痛快。可奥伊还没反应过来，新闻便爆出可怕消息：那户喝方便面汤的一家人自杀了。原来男主人欠下巨额高利贷，临死前只为让家人尝一次保罗的料理，却不知那顿盛宴不过是廉价的泡面汤。奥伊彻底幻灭，他认为保罗此举是对食物最大的亵渎。他愤然离开饥饿团队，决心自立门户，做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美食。不久，一位经纪人看中他的才华，两人合伙开了一家特色餐厅。经过时间打磨，奥伊终于创出一道和牛炒粉，风味独特，口碑炸裂，吸引无数食客慕名打卡。他的名声渐起。某日，他得知一位泰国公主将举办晚宴，达官显贵齐聚，连保罗也会出席，献上盛宴。奥伊知道，证明自己的机会来了。晚宴当晚，无声的较量悄然展开。奥伊先上一道海鲜大餐，宾客尝了一口，皆面露惊艳。就在此时，灯光骤暗，一头刚宰的新鲜和牛从天而降。保罗手持利刃，疯狂挥刀，在肉上撒满秘制香料，随即点燃烈焰，整块货牛在火中翻腾炙烤，香气四溢。烤熟后，保罗亲手切下一小块，像喂宠物般喂给泰国公主。公主十分享受，宾客也一拥而上，不顾形象的争抢。奥伊不甘示弱，端出自己的拿手炒河粉，味道确实惊艳，宾客纷纷称赞。可保罗下一秒竟又端出那碗方便面汤，瞬间所有贵宾又被他吸引过去。而这是保罗给奥伊的最后一课。下一秒，警方破门而入，当场逮捕保罗。他涉嫌非法猎捕濒危野生动物入菜，被人偷拍曝光，全网哗然。保罗就此跌落神坛，而奥伊赢得了最终胜利。回到街头，奥伊看见人们围坐在路边摊，吃得热气腾腾，笑容满面。他终于明白，吃饭的意义不在于餐厅有多豪华，而在于和值得的人一起吃，在哪吃都很幸福。故事的最后，奥伊回到了那条熟悉的小巷，重新支起炒粉摊，和家人一起过着起早贪黑却踏实的日子。至此，影片落幕。